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教学海报系列啊。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内容啊，就是什么涉及到拐杖的使用啊。我们知道，在帮助病人行走我们这个护理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一些常用的一些辅助的工具啊，比如说 cane 啊，我们翻译成手杖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图片上看到这个 crutches 啊，我们叫拐杖，还有什么席步架啊，我们叫 walker 啊，这几个都是非常常用的。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探讨的就是这个啊，应该说呢比较容易啊，大家在理解上啊，好像要稍微费一点力气哈，就不是那么非常的简单啊。这一个内容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拐杖的使用啊。那么我们聚焦在哪儿？聚焦在它的这个步态啊，它应该怎么去走啊？因为大家要理解哈，就是当一个人他的腿如果支撑力度不够的话啊，你必须要借助一些工具，他才能完成自己的行走啊。那你这工具的使用一定是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啊。如果你这方法不正确，上来拿就拿错了啊，那你这个跌倒的风险就会怎么样？成倍的增加啊。那么其实我们说呢 ，cane 啊，包括 walker 啊，包括这个 crutches，都有他们各自非常规范的使用方法。那么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个相关的视频仔细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应该调节到多高啊？每一次应该往前送出多远呢？是吧？你不可能这一下子这拐杖送出50厘米是吧？很长，那肯定不安全，对吧？然后我们应该先迈哪条腿呀？然后像这个 cane 手杖，我们应该是放在哪一侧呀？因为它是一侧的，对吧？你不可能俩手这来回随便换，那不对的，必须要放在哪一侧？一定是放在健康的那一侧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知识点，包括你上楼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先用健侧的腿先上，对吧？下楼呢正好相反啊，应该用这个虚弱的这个腿先往下啊，这些都是常考的地方。那么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要谈这个 crutches gait patterns 啊？主要是因为它的理解呢，包括它的命名啊，我个人反正一直搞的就不是说觉得说非常简单，每次都是要想啊，然后要思考，然后才能记住。那么当然呢，其实大家如果在临床实际这种工作中啊，你如果经常用，那这就肯定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大家平时遇不到这些啊，那可能真得注意啊，因为像咱们一会儿要谈到的有这个 2 pound 是吧，3 pound、4 pound，这什么意思啊？对吧？就这个命名，其实我就想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想明白啊。那么这都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当然未必是他当时命名者的理解，但是我自己呢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至少呢把这个能够讲得通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这个 crutches gait patterns。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2 point gait。那么这个什么叫两点法？两点法，我们先看它怎么走这个都是主的拐杖双侧都是主的拐杖。那么这个图它配的图呢稍微差了一点应该双侧都是这种很高的一样的这种拐杖才对。那么怎么走路呢？大家看第一步是怎么着？左侧的拐杖加右侧的腿一起往前移动然后第二步呢，右侧的拐杖和左侧的腿一起向前移动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叫什么 ？Opposite move together 也就是说相反侧也就是说两侧同时向前移动。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2 point gait。大家如果自己试验一下你就觉得什么？这其实就和咱们走路的姿势几乎一样。咱们正常人、健康人走路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向前迈左腿的时候，你的右侧的胳膊是吧，肯定是往前摆。下一步呢，你就该这个迈你的什么右腿的时候呢，左侧的胳膊向前摆，是吧？这就是咱们最正常的一个走路的姿势。所以这个 2 point gait 呢，也是走路最快的一个这种 gait pattern 它是最快的一个，就很接近咱们正常行走了。
那么它用于什么情况呢？用于这种 mild weakness 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腿虽然是需要帮助，但是它力气呢已经接近正常啊，稍微有那么点没劲儿哈，叫 mild weakness。那么你的腿呢是可以叫什么 partial weight bearing 啊，是可以部分承重啊。你如果说有某一侧的腿你完全不能承重的话，那这个方法肯定就不合适了，是吧？那你那条腿没问题，这条腿没有办法承重，那直接摔倒，对吧？所以大家要记住什么？就是 two pound 呢，实际上是最轻的一个情况下啊，我们用的，而且它用起来就可以几乎达到咱们正常行走的这种步态和这种速度啊，已经非常接近正常了啊。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叫 three pound 啊 ，three pound gait。这个呢就得是什么呀？它用于什么？大家看下边写的叫 non-weight bearing， 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负重啊，没有办法负重。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呀？通常是说一侧的腿它是没有办法负重的。举个大家一下能懂的例子就是一条腿，比如说你已经膝关节这一块做过手术，你的腿一直是蜷缩状态，着不了地啊。那么你只能有另外一条腿着地，同时用2个拐杖着地，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three pound gait。那么它怎么走呢？同时把两侧的这个拐杖先向前送，然后呢把这条好腿往前啊。那么这个受伤的腿始终是不着地的就是它是一点力量都承受不了，所以它基本可以是不着地的。用于什么呢？像骨折呀，像做完手术以后是吧？那么就是这当一侧的腿没有办法承重的时候用这种 three pound 咱们先讲大家先弄明白他是怎么走法。所以这个人他是怎么走路站在原地，然后双手把这个双侧的拐杖同时向前伸，然后呢，这个健康侧的腿够到前面去接近到这个拐杖，然后这个再把双侧的拐杖往前送，然后健侧的腿再往前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么另外一条受伤的腿基本上是不着地的这个就是 three pound。那么在讲这个 four pound 之前呢，我们先讲这第4个上面第一行这个4最右侧这个叫什么 swing through gait。 实际上 swing through gait和这个 three pound gait 基本可以认为是同样的一个方式，只不过它的幅度更大。什么叫 swing through gait 大家记得刚才咱们那个 three pound 怎么走？先把双侧拐杖往前，然后呢好腿跟上。这个呢区别在哪儿？这个不是好腿跟上就够了，它要怎么样？好腿不仅要跟上拐杖，同时要超过这个双侧拐杖的连线，也就是说它要跨过这个2个拐杖着地的这个点更向前，就像你荡秋千一样，是吧？一下子就荡到这个横梁的前面去了这个叫做 swing swing through gait。所以呢，实际上 swing through gait 也是3点的这个一个特例，只不过呢就是它的幅度更大而已。那么它一般用于什么？叫做脊髓损伤，是吧？大家看有什么严重的这个下肢这种无力也就是说它基本上也是属于不太能承重了就是说基本上动不了也承不了重，那么就用什么 swing swing。 那么下边最后呢，咱们看这个 three 就是第3个叫什么 four pound gait 4点法。那么4点法那么它呢应该说呢，我们虽然可以叫做 full weight bearing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呢这个分类这个名词呢，其实我并不能说完全的同意就是说有书上是这么讲，但实际上它不是说全部的重量它都能承担它肯定还是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不管它，我们就说它先怎么走那么这个4点法其实和这个第一个咱们说的2点法走路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叫做4点法了？是因为它把刚才2点法的动作分解了它把其中一个步骤分成了2个步骤。所以刚才那一个步骤，你像第一个 two pound， 我们先把左侧拐杖向前，同时右腿向前，是吧？那么这个你就可以怎么样？先是左侧拐杖上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2步呢，右腿上前，是吧？就把它分解成2个动作。然后那个我们再看 two pound gait， 那第2步是什么？右侧的拐杖在跟上，同时左腿呢
一起向前，是吧？那我们看这下边这个什么？第3步是只是什么右侧的拐杖跟上，然后第4步呢是左腿向前。实际上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就是把一个正常的走路分解成分解动作了，是吧？你这个原来呢2下能走的这个2个步子，现在要分4下走啊，把一个动作分解成2个部分，其实就是4点法啊。那么先看啊，第一个叫什么？左侧拐杖向前，然后右腿跟上。第3步右侧拐杖向前，第4步左腿跟上啊，大家就理解了，这就是4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最稳定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它呢也是比较适用于双侧的腿都是无力的啊，双侧腿是无力的。那么它呢，同时呢平衡不太好的时候啊，用4点法是最安全啊，4点法。那么简单讲啊，我们 Unclass 怎么记啊？2点法大家最精确的记忆就是什么？反向同时啊，就是什么？左侧的拐杖和右侧的腿同时，右侧的这个拐杖和左侧的腿同时啊，这叫 opposite move together 啊，2点。那么3点实际上是什么？就是拐杖同时走，然后好腿，然后拐杖同时走，然后好腿啊，这就是3点法。那么4点法是什么？每次只走一个点啊，这就是4点法。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啊，在使用拐杖之前，必须要调节它的高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矮，是吧？你太高的话，那病人的手撑着就很费劲了啊。那你太矮的话，我刚才这个意思啊，再跟大家明确说一下，如果拐杖太高哈，拐杖太高，一个是你的手够下边那个可能费劲啊，一个是什么？它可能就是这个腋窝那一块，它会顶到你的腋神经哈，腋窝这儿有很多的臂从神经，如果你始终是特别高，你这个就算你的手是在用着劲儿撑，但是你腋窝这一块的神经可能受损伤的几率也会更大。所以呢，我们说不能太高。那么太矮是怎么样？太矮，你这个腋窝这一点劲儿用不上，那相当于只是靠你的胳膊在使劲啊，这个稳定性就会变差。你没有一个上方的固定，你就相当于呢，好像煮了2个 can 一样啊，它就达不到这 crutches 它的优势了啊，大家应该能理解是吧？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怎么去确认它的高度哈？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有2个非常重要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拐杖的上缘距离我们腋窝是3个手指啊，2到3个手指，不能顶上，也不能太远啊。同时呢，我们说呢，你的这个肘关节一般来讲是15度到30度啊，你的肘关节大家扶在这个手杖、拐杖这一块，肘关节它一定不是说伸直着那么去用啊，它一定稍微有点弯，但是也不能弯得太大。是吧？弯得太大，你的胳膊用力那就很大了。所以呢，15到30度的这个肘关节啊，这个角度。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一定是哪儿在用力，是胳膊手在用劲儿，而不是顶在哪儿，不是顶在腋窝上，完全靠腋窝去承担你的体重啊，不是的。最后一个啊，我们再用这些拐杖也好，手杖也好啊，这个 walker 也好，那么病人都要怎么样？带一个gait belt， 为什么呢？万一他没有走好啊，尤其是刚刚开始用这个东西，他也不熟练的时候，容易摔倒啊。那么你有一个 gait belt 啊，腰带，病人先系好腰带啊，先系好腰带，然后你有一个护士在边上看着他走啊。万一病人有这种摔倒的这种表现的话，你马上能帮忙啊，抓住腰带，然后慢慢的啊，帮助病人，或者是能站稳，或者是让他缓慢的这个坐到地上啊。所以呢，这个都是几个要注意的点。那么最后哈，我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个人对于这个命名哈2点、3点、4点的这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呢，也应该说目前还不是太成熟啊，因为我过去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叫2点法，为什么这个叫3点法，为什么那个叫4点法。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呀？是吧？你这个如果没有理解的话，你去记它就特别不好记啊。那么目前呢，我对这个命名的认识呢，基本上是这样啊，只是跟大家分享，也不一定对啊，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所谓2点也好，3点也好，4点也好，是什么？是这个病人啊，能够维持他身体平衡所需要几个点着地啊，就是所需要的一个最低的点数
你比如说2点法，这个病人他需要维持他身体平衡稳定，只需要2个点着地，他一直在走，一直在走啊，这个2个点着地，他已经足够维持他的稳定了啊，这就是2点法。3点法，大家看，虽然它是2个拐杖使劲的时候，他那个腿是荡起来的，但是这个并不是稳定状态啊。那么只有当他2个拐杖着地，同时健侧的腿着地的时候，这才是他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4点法呢？不管他一次是迈几个点啊，他当然4点法他每次只移动1个点。那么移动这1个点的时候，它就不是稳定状态。只有当4个点都放在地上啊，都有一些承重的时候，才是它的稳定状态啊。那么这个所以叫它4点法。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咱们至少能把它这个命名和它这个走路的方式啊，不管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吧，但是我觉得能说得通啊。2点法大家就像正常走路啊，那就是2个点着地它就稳定。那么这个3点法必须要3个点着地它才稳定啊，4点法必须4个点着地它才稳定。这个和它的每一次什么迈几个腿或者是迈几条腿啊，是什么同时右拐杖和腿几个点同时移动，好像关系并不大啊。那么你如果那么去记，我一开始就是往那个方向想，发现对不上啊，你这个就对应不上它的这个数字。而这么记它就对应得上啊，分别就是说什么2点就是2个点就稳定，3点就是3个点才稳定，4点就是4个点同时落地它才稳定啊。那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么有关这个拐杖的使用啊，我们今天就复习到这儿，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